神明降下裁决，梦想永不停歇。交织而成的宿命，描绘出最终航线，一往无前，冲向大海尽头。大家好，我是朱日本。海贼王1006实话，路飞的梦想已更新。来看世界之王的恐怖威力，绝对是假的。杀害微微父亲这种事，萨博才不会做呢。海鳄鱼们被3年号上的抗议声吓了一跳。路飞正在歇斯底里的满地打滚，无论如何他都不会相信萨博会做出这种事。罗宾看着报纸上的新闻，也觉得有蹊跷。革命军的敌人一直是世界贵族天龙人，并不是各国的国王。这条草帽一伙错过了情报，已传遍大海。革命军向天龙人宣战，参谋总长萨博对阿拉巴斯坦国王实施暗杀，其女薇薇公主失踪。路飞再也坐不住了，大喊着现在就要去阿拉巴斯坦。索隆埋头擦4刀刃，淡定地劝阻路飞。都说了，科布拉王已经死了，薇薇也失踪了，全都发生在玛丽乔亚。那就去玛丽乔亚。听说路飞要去圣地，一旁木桶里卡里布开始慌了。要去玛丽乔亚吗？这样我会很难办啊。开始可没听说啊。卡里布试图挣扎一下，但现在甲板上到处都是发火、哭喊、叹气的声音，根本没人理会木桶。那是敌人的大本营，白痴！你想跟海军本部干架吗？我就要去，你在害怕吗？索隆，我们人手不够，明不明白啊？给我冷静一点。山治已经在旁边哭成泪人，祈祷微微酱平安无事。微微的父亲死了吗？他明明对我们那么好，为什么啊？现在哪还有这么好的国王？娜美来来回回的踱步，一直没办法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好担心微微，担心微微的内心，好担心微微。这次的世界会议真是不太平啊！路飞，你跟你哥哥在德雷斯罗萨见过面了吧？我从没听说过阿拉巴斯坦的国王有过暴政的传言。弥漫的不安情绪终于决堤，娜美受不了了，我不行了，好担心微微，她到底在哪里？我也是，现在马上出发去救你，出发啊！一旁的索隆终于看不下去了，你们几个闹过了没？路飞，你忘记你自己说过的话了吗？直到生命危险来临为止，艾斯都在独自面对她的人生，不是吗？不要小看微微，她也是个很强的女人，该出手的时候，不管对手是谁，我们都会迎战。在这种我们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就别瞎闹了。路飞知道索隆是正确的，也明白自己理亏，但就是不甘心。那吵吵总可以吧？我就要吵！这家伙是魔鬼啊！鬼之岛，绿凯多，绿大妈，臭绿藻头！闭嘴，4号位。尽管被大家一起吐槽，但索隆永远只回击3字。魔神风角大战地狱之王，2个冤家又打成了一团。罗宾正在认真翻看着报纸的后半部分，没想到停留在和之国的这段时间，世界上发生了这么多事件。七武海制度被废除，把那种等级的海贼们重新放归到海上，结果导致十字工会成立，还诞生了新的4皇，前2道话巴基。这个肯定是搞错了吧？路飞，还有几个和你有关系的名字出现了，要听吗？读出来吧。要是有重大的新闻，就告诉我。我知道了，现在脑子已经转不动了吧？亲爱的朋友们，要么深陷血案，要么生死未卜。路飞心烦意乱，直接躺倒在3年号的草坪上。虽然还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他对兄弟有绝对的信任。萨博才不是犯人，这是当然，因为小时候萨博跟我们说过他的梦想。広い世界を見て、俺はそれを伝える本を書きたい。そうか、よーし。我们3人曾在一起发过誓，我要。你刚才说什么？那真是太有趣了。喂，不是，你在想什么啊？真不错啊，太棒了。喂，乔巴，帮他诊断一下脑子。路飞脱口而出的儿时梦想，却惊呆了在场所有伙伴，连一向喜欢说大话的乌索普也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我说你啊，那种事怎么可能办得到嘛？海贼王倒是没什么，另一个就太夸张了。路飞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自己还从来没有跟伙伴们说过这个梦想。乌索普一脸怀疑，就算没有说过也不重要了，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路飞掰着手指算了起来，自己只跟香克斯、艾斯和萨博这3个人说过，他们3个有什么反应吗？就一直在笑。香克斯那时候还流泪了。这就是我的梦想尽头了。自从我登上这艘船开始，就没有一件事是可以省心的。看来我是跟了一位难搞的船长，这样真好。路飞，这个梦想太棒了，那倒是很符合你的行事风格。既然这样，不成为海贼王可不行啊！我们要赶紧找到下一块路标历史正文，然后去往拉夫德路。弗兰奇斗志满满，不过罗宾却有点苦恼。最后这块路标，这么多年来谁也没有找到过，目前可以说是一点线索都没有。此时新世界的海军本部
通信组正在密切监听炎帝萨博和卡马巴卡王国的对话，试图找到萨博的位置。令海军意外的是，这个通话并没有使用防止窃听的白电话虫，很有可能是一个紧急联络，很快就会挂断。探知成功，地点露露西亚王国。盘古城中的乌老星也在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海军的发现出人意料，露露西亚王国正是之前发生8国革命的其中一国，萨博此时就潜伏在那里。露露西亚居然是那里，原来如此，真是不走运的男人。不，这叫命中注定的劫难。一场风暴似乎即将袭来，而此时的卡马巴卡王国，萨博甚至都没有时间和伙伴们寒暄，就急切地跟龙聊起了圣尼玛丽乔亚的特殊发现。龙先生，暗杀库布拉王的犯人不是我。听到这个答案，革命军的伙伴们刚刚松了一口气。萨博又马上透露出更加惊人的情报，但是我在玛丽乔亚看见了非常不得了的东西。同一时刻，新世界露露西亚王国的天空突然黑云密布，白昼如夜。人们惊讶地发现，云层中似乎正漂浮着一个巨大的物体。都城内，露露西亚王国的赛奇王和公主科玛妮已经被起义的民众们丢进了监狱。你们会后悔的，要是我跟海军本部取得联络，你们通通要被判穿刺之刑。你们这些垃圾渣子们！海军确实已经得到了炎帝的位置，然而接下来的话将改变所有人的命运。在盘古城的虚空王座，萨博话音未落，远在神域的伊姆已经下笔，将地图上的露露西亚王国划掉。世界最高权力开始行动。那个本不应该存在的世界之王的宝座上有，立刻把通信部的电话虫挂断。神秘黑影步步逼近，将漫天乌云冰冷撕开。迎接所有生灵的是一道无比璀璨的光芒，隐秘而孤寂。人类像蝼蚁般仰望神明，只能选择沐浴在神的辉光中，亦或是等待神的毁灭。都给我听好了，通信部，我们什么都没有追踪到。赛奇王奋力地看向天空的光点，这片刚刚燃起反叛之火的土地，终于等来了神的答案。破开央云的闪烁流光，是漏过神明指尖的丝线银沙，编织成一座座辉光监狱，笼罩万物，天地黯然。神明降下救赎，也可引致毁灭。垂入世间的万丈光芒，是洞穿每寸土地的雷霆制裁，刻画下一首首挽歌谱曲，生灵俱灭，重归虚无。重复，我们什么都没有监听到，因为这个国家原本就不存在，不是吗？这一天，新世界某处有什么东西的存在永远消失了，只留下一条稀松平常的气象预警。东南部发生海震，请各岛担心海啸。もしもし、サボ君？サボ君。克拉努力呼喊着萨博，但电话虫的另一头已经不会有回应。几天后，30号已经来到了一片陌生的海域，肆虐的暴风雪，无处不在的浮冰，以及随着巨浪翻涌的海兽，一切都恶劣至极。快把帆收起来，风太大了。收到。还没到下个岛吗？娜美，这个岛的气候和海域太糟了，下个岛该不会是个东岛吧？伙伴们都换上了棉服，乔巴拿出了自己的秘密装备，很有型哦，乔巴。有小玉做的斗笠，大雪天也不怕，我过去喽。船手的路飞突然发现前方有个神秘物体，娜美靠近一看，狂风夹杂着碎冰，海浪推动着白雪，在前方海域升腾起一个巨型暖水窝，像根巨大的棒棒糖，吸走了数不清的暖水块，像爆炸头一样。这是什么温度差啊？娜美转头叮嘱圣平，马上离开这片危险的海域，不要被暖水窝波及。路飞又发现了新的情况，那巨大水球里面似乎有一个人影，怎么可能有人鱼吗？不会有错，我听见了女士的呼喊，在水里也能呼喊。三只强大的剑无色霸气再次立功，但接下来更麻烦的是要怎么救人呢？砍成2半，要是弄伤了 Lady， 小心我宰了你！索隆手起刀落，一记一刀流2杆鸟，连力斩击破空而出，将巨大水窝削成2半。乔巴听到甲板的热闹声，正准备来一个斗笠乔巴的登场秀，突然一阵狂风刮过，吹起大大的斗笠，将乔巴小小的身躯卷向天空。乔巴你在搞什么啊？关键时刻，路飞伸长手臂将团宠牢牢抓住，然而下一秒又一阵大风把路飞也刮跑了，连同2个人的惨叫声一起飞向天空。就在经过巨大水窝的一瞬间，又一个身影加入半空中的行列，有个小孩掉出来了。最恶劣世代之一，悬赏金3亿2千万贝里，大胃王乔艾利波尼奇妙邂逅。以上就是《海贼王1060话》的全部内容啦，下周不休刊。文化剧情令人震撼，期待了这么久的伊姆大人一出手就毁灭了一个国度。海贼王世界的对抗水平正式迈入了灭世级别。现在我们也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伊姆能够成为世界之王，距离我们揭开空白100年间的秘密又近了一步。另外一边，路飞的终极梦想在最终章的开篇再次提及，这个梦想究竟是什么？乔艾利波尼的出现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冒险呢？下一期我们来聊聊本画的伏笔与细节，敬请期待。